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收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防疫。说实话，作为一个还算有点影响力的法律博主，在当下这个氛围聊防疫是有风险的。因为你会发现，无论你在当下互联网的任何一个舆论场，只要一说到防疫，都一定会有两拨人打起来。大家都会拿着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搜索你言论中的蛛丝马迹，但凡找到一点与他们观点不符的迹象，你就会被卷入骂战。但遗憾的是恕我直言，据我观察目前的很多讨论都只是单纯的扣帽子，而如果我们不引入真正有质量的思考，那议题将只剩下一地鸡毛。因此我还是决定做一做关于与防疫有关的法律视频，将我认为有质量的讨论分享给大家。本系列视频主要介绍两篇文章，分别来自于法大的罗翔教授和北大的车浩教授。这两位看过罗车之辩的都知道老朋友了。罗翔的文章首发于澎湃新闻法治类细节专栏，名字叫法治类细节乙类乙管之后他们怎么办。车浩的这篇文章叫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期观察，逃避的不是防疫而是歧视。文章首刊于法学2020年第3期。老规矩，我们先梳理一下背景。首先是法律背景，有两份司法文件需要先介绍。第一份文件是2020年2月6日两高两部联合刊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彼时正值武汉封城期间，全国各地防疫工作也正在积极的开展，很多法律方面亟待理清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针对这些问题该意见可以说态度非常鲜明。比如意见第一条，即开宗明义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疫情防控时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意义。而第二条则具体的对各类违法犯罪进行了界定。其中第一款明确规定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及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以及新冠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其他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起了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同时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虽无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措施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我简要介绍一下，危公罪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刑期也在3年以上10年以下，若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刑期可处10年以上乃至于死刑。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若后果尚未特别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在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调整为除了甲类传染病以外，即使是乙类传染病，只要是乙类甲管也受该罪名的规制。第二份文件是2023年1月7日，也就是最近由两高两部加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处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虽说法律具备滞后性，但看得出我国司法机关在根据疫情形势做出调整的速度方面相对还是比较及时。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在复杂的事件面前，司法始终会有缝隙。说到这里，本次讨论的案件背景绥中县大货司机案也就出来了。据绥中人媒报道2022年1月22日，被告人贺某某和韩某就驾驶大货车从绥中县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送货。1月25日返回，二人得知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爆发疫情以后为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就未对去过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的行程进行报备。后来两名被告人就均被确诊新冠。按有关部门的说法是他们导致绥中县183人被感染，7865人被隔离，县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最终绥中县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就判二人有期徒刑4年，而两名被告人当庭均表示认罪认罚。
我想很多朋友在过去1年都能看到很多关于货车司机的新闻比如说被困在高速上下不来，比如说车门被贴上了数不尽的封条。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有很多行业，而货车司机呢一定是其中之一。而奥密克戎的传播性呢，想必大家也知道。所以问题来了，那就是在防疫政策已经出现重大调整的当下，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些因疫情被判有罪的人，比如说这2位被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货车司机，他们到底还应不应当被继续认定有罪呢？是的，到底是罪在他们，还是罪在病毒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先介绍第一篇罗翔教授的文章。在该文中罗翔首先对货车司机表示了同情。用文章里的话来说不知这2位司机是否提起上诉，如果上诉且2审还未审理终结，那么根据通知呢，2位货车司机就应当被立即释放。不过呢，鉴于2位司机当庭认罪认罚，他们大概率并未上诉，在生效判决已经做出的情况下，通知的出罪规定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依然需要在监狱服刑。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是的，面对同样的法律事实，如果他们当时不服上诉了，案件还在上诉期，那根据通知呢，他们应无罪释放。可正是由于他们认罪认罚，他们此时呢却依然需要依法服刑。这样的司法结果似乎怎么看怎么有种欺负老实人的味道。而从司法效果来看，以后再出现案件，当事人到底是认罪认罚好，还是不认罪认罚好呢？这似乎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为此，罗教授总结这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既判力和诉及力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既判力呢？既判力就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说通俗一点就是判决下了以后，判决到底管不管用，多管用的问题。而诉及力呢，是指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比如说刘邦约法3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那么问题来了，规矩定了你再故意杀人要偿命，这没有争议。可规矩定之前杀人的呢，他们到底是该免于一死，还是也要按这规矩来进行偿命呢？看到这儿，想必已经有朋友看到既判力和诉及力可能产生了冲突了。这样，如果你强调法律的诉及力，那此前依据旧法已经生效的判决呢就会受到影响；而如果你强调既判力，那新法的诉及力呢又会因此受到限制。罗翔介绍到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协调既判力和诉及力呢，大概有3种做法。一种呢是我国的做法，即既判力的效力高于诉及力，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呢不能诉及已经生效的裁决。比如说刑法第12条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同时呢，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行为时的法律。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我国，如果大货司机的判决业已生效，那即使新通知确定同样的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由于大货司机是被判在通知发布之前，即使他申请重审呢，也要适用当时的法律。因此该通知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没有诉及力。对此呢，除了我国德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还有一种是认为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之诉及力就高于裁决的既判力。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同样的案件，大货司机若在西班牙，若根据新的司法精神，其可认定无罪，那即使此前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其有罪，由于新法有利于大货司机，大货司机呢即应根据新法被认定无罪。罗教授介绍到，除了西班牙之外，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刑法亦有类似的规定。最后一种是折中说，认为新法的出罪化规定高于裁决的既判力，对已生效的裁决呢有诉及力，但新法的弱化刑罚规定就低于裁决的既判力，对于已生效的裁决没有诉及力。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大货司机在法国，若新法规定他依旧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刑罚呢可能会从4年降到2年，那既判力高于诉及力，司机呢还是依照已经生效的判决执行。但如果依照新法司机根本就不够罪，那诉及力高于既判力，对司机的刑罚就应停止执行。所以对于这3种立场，罗教授怎么看呢？首先他认为我国目前采取的立场事出有因。他写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正处于转型社会，既定的法律呢往往无法适应飞速变迁的社会环境，刑法修改的频率较大。从97年至今刑法已经经历了11次修正。因此如果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可以诉及已经生效的判决，那将导致大量的已决案件涌向各级法院，造成严重的审理不足。另外，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传统呢，也使我们缺乏对法律的尊重，树立法院判决的权威亦是当务之急。而从观念来看，司法机关习惯性认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认为刑法最重要的使命在于惩罚犯罪，而保障人权呢只是惩罚犯罪的下位价值。因此在既判力和诉及力的冲突中也就自然会认为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但是凡事总有但是，
他也指出任何一种立场都具相对的合理性，不宜陷入独断论的恶性循环。现实问题呢，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折中立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什么呢？他认为法的权威和尊严并不单靠强力的推行，还需要民众真心的认同。新法初罪化规定代表着法律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既然新法认为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维持既定的有罪判决呢，也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同，反而会极大的影响法律的尊严。再比如，新法的初罪化的规定呢，表明服刑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就已经消除了，对此呢，对他们惩罚的依据也就相应消失。如果继续维持以前的判决，显然不符合刑罚的目的，缺乏正当性的惩罚也很难获得服刑人员的认可，他们很难安心改造，甚至会激化他们对社会的愤懑和仇恨，导致出狱之后再次实施犯罪。最后，他认为行刑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对于没有必要施加惩罚的行为人，让其提前释放，反而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利用有限的资源去对付更为严重的犯罪。这在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我国尤为迫切。我之前看到有其他法律 UP 主科普说死刑犯行刑前还需要缴纳子弹费，到底有没有呢？我不得而知但如果有这也是司法成本。具体到大货司机的案件，罗教授认为法律一个小小的调整，背后是一个个具体人的悲欢离合。有温度的司法应该在法律变更之后积极的进行补救，而不是无动于衷。所以虽然我国是羁判力高于诉缉力，但对于判罚已经生效的大货司机，可不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尽量的让他提前假释呢？再比如宪法也规定了特赦制度，如果启动赦免程序，也可以免除相关服刑人员的刑罚。最后罗教授依旧和以前一样，在结尾就进行了价值观的抒发。他认为法律不能无视民众的常情常感，法律权威和尊严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说辞，也非形而上学的逻辑推导。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必须归结于对具体个体权利的尊重与捍卫，从而获得民众内心深处的尊重与敬畏。所以朋友们，你们赞同罗教授的观点吗？如果你赞同，我们也老规矩，请把我爱罗三个字打在公屏上。但如果你问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感受，我会有3个关键词，就是及时含蓄和浅显。说及时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几年还愿意在网上就热点事件明确表达法律观点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罗教授的这篇文章呢，及时的满足了很多人就本案在法律知识上的需求。说含蓄是因为老朋友都知道我介绍过几篇罗教授成名前写的文章，彼时呢他的文章风格直接辛辣，直抒胸臆，态度呢可以说非常鲜明。而今天介绍这篇文章，虽然你还是能读出他的态度，但文章本身呢风格婉转不停的叠加，看得出呢这些年他确实经历了很多。当然这或许也说明着他深刻意识到了自己文章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并对此呢有所敬畏。至于浅显，强调这只和文章性质有关，和罗教授思维本身无关。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文，是专栏文。我想写它的核心目的不在于论述与分析，而在于观点与科普。因此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是基本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你能看到我大量朗读原文都不需要怎么翻译。从公众表达层面来说这是好的。不过对于那些想获得知识上的提升并由此获得快乐的人而言可能还不完全够。因此话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引出来自车浩的狠货了。在这篇于2020年写就的论文中车浩早早便提出，一般普通公民在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之前，因为各种隐瞒身份或行踪经历，最终导致了其他人被传染或隔离的后果，是否应当构罪这一问题。他的观点是对于过失传播病毒或者引起病毒传播危险的人一定要仔细考虑行为动机和成因，不能仅仅因为客观上引起诸如多人受传染或者被隔离的严重后果，就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责视作对等程度的严重和恶劣。虽然文章我还没有带读，但作为一个还是有一定法学审美的人我可以先评价这篇文章呢。除了对问题本身进行分析以外，还对疫情引发的人性之恶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和阐述。文章本身呢，依旧可以用精彩2个字来形容。无论你最终是否同意该文的观点它都绝对算是值得一读的上佳之作。但是呢，因为时长所限我们今天就只能预告，如果大家感兴趣，老规矩点赞过万我们便更新下期。虽然快过年了不想加班，但为了这篇文章我还是可以被扶起来试一试。当然了，如果点赞不够未能更新，我也真诚的建议大家阅读原文。最后，若你喜欢严肃内容，想要看到法律真讨论，想要获得知识上的提升，也请保持关注。欢迎来到正式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们下期再见。